我先为主持人稍微补充一句哈，就是于先生曾经在李远哲先生竞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和于先生和这个另外一位还有李远哲先生，他们3个人来竞选中央研究院院长，所以可以讲，如果于先生当选的话，那么他就会成为后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我这样介绍的是为了让大家对于先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我个人呢和于先生关系非常近，因为我1990年初是从欧洲到美国来，然后一到美国就认识于先生，因为我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到他去世，我和他一直住在普林斯顿地区，所以彼此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他对我和我的内子何庆莲也非常了解。那么这些年当中，我和于先生呢，也因为他为一个我所主持的一个非营利机构，他担任董事长，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机构工作，也是有很多合作。那么对我来讲，于先生是非师亦师，就是他虽然不是我的导师，但是呢，他也是我的老师。另外呢，他更是我的精神导师。那么我和于先生呢，这个像很多熟悉于先生的大陆学人一样，对他从来不称教授的。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民国时代学界对师长的传统称呼，称先生，就日本是称先生。那么之所以于先生可以说对我是非师亦师的话，意思是说我的专业和于先生不同，所以他不是我的导师，那么我也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业的起步，恰恰就是从于先生的支持开始的。那么之所以说他是我的精神导师呢，是因为我在价值观上面很自然是跟从了于先生的思想。因为认识他以后，我在美国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基本上都是遵从于先生的指教，他也会不时的会给我一些鼓励。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于先生所在的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邀请，来做东亚系的访问学者。所以来美国之前呢，我是1989年先到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然后到巴黎的那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做访问学者。那么因为我在中国工作那个智库是赵紫阳建的，我个人和赵紫阳在工作上有很多接触。那么1988年底是88年那一年的时候，我是经常会代表我自己工作的机构，参加很多赵紫阳主持的很多小范围的工作会议，讨论经济政策。那么1989年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运动，那么被出局了。那么中共当时准备搜集赵紫阳的罪证，因此把我的10几个同事全部抓进监狱去了。那我当然在德国我就不能回中国了，不然我也同样会被抓。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和于先生一样的无国籍人士，就我下面会讲到，于先生在中共占领大陆以后啊，在香港念大学，然后有20多年也是处于无国籍状态，一直到他到哈佛大学念博士以后，在美国教书才规划成美国国籍。那么我也是一样。1994年啊，于先生在日本关西大学演讲时候，介绍过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其中有一节就提到说，他1950年起虽然在香港念书，但身份却是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我呢，实际上也是这样，也是一个从中共大陆出来的一个流亡者。那么于先生这个当时在日本关西大学的演讲呢，在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9至受庆文集，在这本书里头能看到的。下面我讲的这些事情呢，都和于先生有直接关系，也和我有直接关系。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呢，有一位校友叫 John Elliott， 他曾经经常会给学校捐款，那么资助学校的东亚博物馆和图书馆。那么1989年中国爆发学生运动以后，要求民主党中共出动几十万军队去镇压这个市民和学生的运动，那么历史上被称作6·4事件。那么这位美国校友呢，在6·4事件之后，向普林斯顿大学提了一个建议，他捐了100万美元的捐助，提了一个特别要求，就是要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一个特别项目，邀请因为6·4事件无法回国的中国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来做访问。那么我当时是在巴黎的办公室里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真，就申请了这个项目。
那么很快就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这样我就到了美国，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那我到普林斯顿东亚系的时候呢，这个项目只有2个人，一个人叫陈奎德，一个人叫张朗朗，我是第3个。而主管这个项目的正好就是于先生，所以我一到系办公室报道，我就认识了于先生。那么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以后不久，我就受台湾联合报系的邀请呢，首次到台湾访问，这就认识了明居正教授。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明教授呢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于先生经历上和我也有相似的地方，他当年也是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然后很快就申请进入博士项目。那我的想法也是一样，所以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这个 TOEFL 和 GRE， 准备念博士项目。目标呢是想研究中苏2国的转型，希望从中找出规律来。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啊，我是沿着于先生在美国求学的足迹走下去。这个当中，于先生给了我很多鼓励。他从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开始的时候，就一开始就鼓励我，说你要在美国继续念书。所以我后来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项目的时候，需要2封推荐信，有1封就是于先生替我写的。那没有他的举荐，我就算 TOEFL GRE 的成绩不错，也有比较强的研究背景，因为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已经是副研究员，就副教授了，但是也不见得会被学校录取的。那么至于为什么我自己看于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后面会进一步说明的。那么从专业上讲呢，于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大家，专长是中国思想史。那我的专业和他不一样，所以我今天不会从他的专业的层面，从哲学的层面来讨论于先生的历史学术贡献，因为那个对很多人来讲也不熟悉。那么我自己是在北京的那个中国人民大学念统计学的，以后在中国是做经济研究。那么到美国以后呢，我首先是申请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项目，然后转到社会学系去了。因为我发现说，在普林斯顿的国际关系学院，唯一能够指导俄国政治方面的，是一个反改革的一个极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的想法和我的观点完全对立的，这样我就转到社会学去，跟另外一位美国教授，他既懂苏联又懂中国也懂日本，叫 Gilbert Rossman。那么在普林斯顿大学呢，我主要是做中苏，就是中俄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那么因为我对中国的改革比较了解，所以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主要的侧重点是研究苏联。那么按照这个要求呢，要研究苏联，学校就规定说你必须修完俄文系1到3年级的课程，才算有资格从事俄国方面研究。所以我在念书头几年里，每天都要到俄文系的课堂上俄文课和俄文口语课。以后所修的博士课程当中，相当多的专业课程都是和苏联有关的，苏联政治、苏联经济、苏联社会等等。因此，我对于先生的历史领域基本上是我门外汉。于先生也很清楚，所以他从来不和我谈他的历史方面的研究。那么在我看来，于先生对中共的认识其实是他从青年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当中相当自然的形成的。他离开大陆的时候还是个青年，那时候就形成了对自由民主的认同，而他的性格当中有一个最为可贵的特点，那就是他对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执着而坚定，从来不随风摇摆，同时也绝不趋炎附势。这样的特点呢，与他后来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士人，就是读书人，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我刚到普林斯顿，在于先生家里就听他讲过，他1978年是作为美国汉学界访问团的成员访问中国，那是他唯一一次到中国去访问，也是他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唯一一次回到故土。但是他所见所闻，除了增强他对共产党统治的厌恶，几乎没有别的。尤其是他得知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他的家族亲友当中没有一个人有机会念大学。我后面会介绍到他的家族是个什么样的家庭，一个书香门第，乾隆皇帝为他们家提过匾的，现在还挂在那个中共修缮的余英时故居的大堂。所以于先生是很痛心，他告诉我说，从那次访问中国1978年去过中国以后，他再也不回去了，而且特别强调，就共产党统治大陆一天，他绝不踏上那块土地。那么后来于先生在回忆呢，他唯一一次去中国之旅的文字当中是这样写的，他说，中国那块土地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地方，
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只有计算，到处是政治挂帅，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回到中国。我回来以后有几个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于先生呢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但他不是象牙塔学者，而是心中有很强的对中国的关心。他关心的是中国的命运，但是绝不认同中共。因此，他就有一句名言，就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大概先后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是私下聚会聊天，或者是带访问他的客人和他见面，他这句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至少听他讲过几十次。我对这句话不仅仅完全的认同，而且深为感动。那么为什么感动呢？这也许要从学者的角度才能理解。就是说，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外国的学者，因为我在美国倒不是研究中国，我是研究俄国，那我是很能体会很多美国学中文的人会慢慢喜欢中共这里面的原因。这里面当然有他们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左派价值观的因素，还有一个一般人不容易体会的问题，就是一个欧美人啊，对外国的某一个这个国家做比较专门的研究的话，他的大学自然会要求他们熟悉那个国家的语言。那么在学习这个国家语言的过程当中，比方讲美国人学中文，他们很自然会比较的喜欢上那个国家的文化。因此呢，欧美的汉学家或者中国问题研究人员当中，多少都有这种中国情结。那于先生来自中国，身为华裔，他与许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兴趣的美国学生还有美国学者打交道。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非常热爱，但是和他的同行相比，他的个人价值观当中的反共理念有那么坚定。那么他能如此坚持做一个自己认定的我，与众不同的我，反而是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尊敬，就是美国同行的尊敬。因此2006年，于先生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颁发的叫做 Krug 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那颁奖的时候，颁奖人形容于先生是在中国和美国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那曾经有人请于先生来分析一下他自己写的书的魅力在哪里。于先生回答是说，因为我说了人们不敢说的话，我不说神话，也不说鬼话，我只说最普通的人话。这话非常朴实，但是可以讲，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的，包括不客气的讲，美国的大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之所以他们看不清中共的特点，就因为他们做不到于先生这样，也因此于先生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高度的尊重。那么于先生在香港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有一个老朋友，也是老同学，叫陈方正。他最近在于先生去世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殷实兄是个很朴实但绝不简单的人，有点像陶金杰，指的是陶渊明，外表平易淡泊，骨子里却有侠气，乃至凌厉锋芒。”他曾经说自己有传统中国人的气质，那是抗日战争中在安徽潜山老家的农村成长所塑造。换而言之，他讲道义，重情义，是非曲直分明的性格就是由此养成。此后，他投入钱穆先生门下，受传统学术熏陶，这个性格自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现在于先生去世以后呢，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见过他的学者纷纷发表纪念文章。然后我看到中华民国蔡总统和副总统赖清德也都分别在脸书上发表文章，对于先生去世深感不舍。那蔡总统是这么说的，他说：“余英时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领域的学术成就广受国内外推崇。不仅如此，他也深具入世关怀，从批判共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坚持平反6·4，到关注台湾的民主自由发展，每每勇于撰文发声，做该做的事，讲该讲的话，从来不曾对强权低头。”所以蔡总统表示说，余英时一辈子的学思言行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蔡英文总统还谈到，近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战中还有反送中运动，
余英时都不忘挺身为年轻人声援打气。余英时余先生有一句名言：“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这个蔡总统说，这个来自余先生的提醒，我们谨记在心，更会身体力行。那赖清德副总统在脸书上的发文说余英时倾毕生之力钻研中国思想、政治和文化史，这个以敏锐的笔锋、单纯的学人、深刻的批判而闻名中外。他关注人权、自由和民主，曾经为党外发声，为美丽岛事件投书国际媒体，声援6·4，支持香港，也时常提醒关心台湾。面对香港问题，他除了支持之外，更要不断地深化台湾的民主自由。余英时的胸襟、敢言、不去、无畏与执着，已为许多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立下不朽的典范。